害怕核战争，拜登要给普京找台阶下，这是真心话吗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彦少。俄乌冲突进入8个月之后，普京发动的这场以特别军事行动开场的战争，已经变成了一场卫国战争。随着乌克兰在南北两线展开反攻，甚至在扎波罗热地区也发起了攻势，俄罗斯军队正面临着被动的局面。但是如果西方认为俄罗斯会甘心接受军事上失败，那恐怕就打错算盘了。按照俄罗斯的核战略理论，如果国家领土完整受到严重侵害时，就存在着动用核武器的可能。而俄罗斯的高层也在不断的释放将会用核武器捍卫其新领土的信号。日前，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声称，俄方仍遵守5个核大国关于核战争打不得也打不赢的声明。美国的情报部门也认为，还看不到俄军将会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迹象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美国总统拜登似乎看到了事态发展更严峻的一面。拜登在纽约的一场民主党的筹款活动上说，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非常糟糕，俄军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或生化武器，这绝对不是在开玩笑，并警告世界正面临着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大的核威胁。核战争打不得，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底线和原则。所以，美国虽然不断地在给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，打击俄军，但是并不接受普京将要动用核武器的结果。拜登似乎也明白，普京不可能接受一场原本应该立威的军事失败，因此对美国来说只有2条路可走。第一，在乌军明确要击败俄军的情况下，俄军很可能会使用战术核武器来保卫其既有成果。第二，要给普京一个台阶下，双方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。拜登也强调，美国正试图为普京寻找一条出路。他说，我们在设想普京的出路是什么，他的台阶在哪里，他在哪里能找到出路。那么，拜登说的是真心话吗？还真有可能是真心的。首先，俄乌冲突仅从军事层面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。虽然乌克兰军队在北约的支持下暂时拥有了战场的主动权，但是要想通过军事行动彻底将俄军打出乌克兰，则是不现实的。就算俄军不动用核武器，这场冲突也将是一场持续数年的鏖战，直到一方彻底打不动为止。如果西方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保持团结，俄罗斯或许真的能够被消耗成一个弱国。但是美国和欧洲在对乌克兰输血的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分歧，欧洲右翼政府纷纷上台，美欧分裂的结果将极大地遏制乌克兰的作战潜力。再加上俄罗斯军队已经进行了局部动员，未来有可能会进行更大规模的动员，俄罗斯所拥有的战争潜力也不是乌克兰能够比的。其次，拜登说要给普京一个台阶，其实也是在给自己一个台阶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普京在俄罗斯的国内支持率远远高过拜登在美国的支持率，拜登更需要为长期给乌克兰输血找一个借口，或者说找一个台阶。俄乌冲突被公认为是代理人的战争。如果美俄之间就达成和平协议有了共识，那么这场冲突也将画上句号。最后，避免核战争是美国想成为全球霸权必须面对的。俄罗斯不会接受失败，这是无法动摇的前提。美国无法接受核战争也是底线。所以，美国如果还想成为全球的霸权国家，就必须解决俄罗斯军队可能会使用核武器的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欧洲国家也会给美国足够的压力。总体来看，俄乌冲突必然会以谈判结束，拜登政府必须考虑普京的战略诉求，最终能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。
这对美国和俄罗斯来说都是好事儿。拜登呢，也可以为推动北约东扩导致的战争体面收场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